抓紧我，跳！走！跳下去！啊，这也太高了，而且我不太会水。闭气就行。 好像是我把你捞上岸的吧？你应该第一时间给我渡气才对。刚才是我以为阿月姑娘神通广大，自有自救之法呢。你去哪儿啊？去觅食。你等等我。 我要快点找，一会儿药效就没了。这个北王把和亲书藏哪儿了？你在找什么？和亲书啊。 我可能是走错房间了，打扰打扰，我找错人了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偷和亲书？什么和亲书？我就是江湖小贼。我看你们是来接亲的，就想偷点嫁妆花花。哎，我说，我知道你是北王，所以我就认为你是最有钱的。我出来偷，当然是要偷最有钱的人了。 你说我是北王，那你可偷错了。这不是北王的房间吗？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槟榔匠。怪不得我找不到和亲书，原来王爷不在这屋。槟榔匠兄弟，你看我也没偷什么，要不咱俩商量一下，你就让我走。不走。行，那你先歇会儿。
奶茶卷子、奶酪包、葡萄干糍粑，都是长姐爱吃的。希望长姐嫁到北硕，可以一切平安顺利。啊，心意。阿姐，你这手艺也太好了吧！你绝对是这个世界上最会做点心的阿姐。说吧，半天没见你，是不是又惹祸了？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？月颜不够花。哎，是。晚上是送亲晚宴，你可别迟到了。还是阿姐对我最好了，你放心，以后阿姐说的话，心意使命必达。走了。你别迟到了。好嘞。公主，你怎么还在做点心啊？咱不要换衣服去了，要不然被可汗看到了又要说你了。公主没有公主的样子，整天除了在外面游历打架，就是在厨帐混着。我耳朵都快听得起茧子了。传北王号令，天黑前安营扎寨休整一晚，明日接亲东隅公主。阿史那部长公主马上就要嫁到北硕了，咱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啊！是啊，终于不用打仗了。是啊，今年过冬的粮食，北硕那边都已经给咱们送过来了。好啊！阿姐，来一起跳舞啊！走吧，让我们一起祝长公主此行平安顺利，平安顺利。阿姐，我们跳篝火舞吧。你怎么了？怎么喝这么多酒啊？你明天还要出嫁呢。这不是多尔的短笛吗？你不是丢了吗？是还放不下他？阿姐，我们不嫁了，我去跟傅寒说。阿远，你不明白，两国联姻兹事体大，我们身为公主，有属于自己的责任。阿姐，你要是不想嫁，那我们就不嫁了。你要是怕误了两国大事，大不了我去嫁，我去救傅寒，什么都没有你的幸福重要。万万不可，我愿意嫁，我愿意嫁的。你要是不想嫁，明天北硕的和亲队来了，我来对付。阿月，明天长姐就要走了，你陪长姐喝一杯，好不好？来。若是长姐想喝，那阿月便陪长姐。阿姐，快醒醒！阿姐，醒醒，快醒醒啊！别烦我，别那样再叫我，我要帮长姐退了这门亲。退亲？什么退亲？长姐早就走了。你说什么？走了？不只是走了，恐怕已经出冬隅了。糟了糟了，我怎么喝了这么多酒啊？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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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月，这是我身为长公主的责任，我必须要嫁。
王爷，您还说此行凶险万分，可我看这接亲任务也挺顺利的呀。只怕是山雨欲来的前奏啊。阿姐，难道你想抢亲？这不太合适吧？害怕啦？我怎么会害怕？就是这人有点太多了吧？是啊，公主。什么声音？是我们斗鱼的角色啊！是杜尔，杜尔。他那个小身板来凑什么热闹？难道他也想抢亲？别说，这东鱼的曲儿还挺好听的。走，我们找杜尔去。今晚都给我打起精神，防止有人混进来，威胁公主的安全。是。站住！干什么呢？给长公主送糕点。进去吧。阿姐，阿姐，阿姐，你赶紧跟我换衣服，出了院儿，走后门，在后巷，芊芊和杜尔迎接你，我和心意留在这里拖延时间。月令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让你和杜尔远走高飞。简直就是胡闹！赶紧回去吧。阿姐，阿姐啊，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我会找一个契机把和亲书偷出来，然后一把火把这驿站给烧了。到时候啊，就是他们北朔看护不周，不关我们东鱼的事情。他们要是再想起什么战事，恐怕会被列国掣肘。我怎么可能留你一个人在这里涉险？哎呀！太好了，计划成功了。接下来就看本公主的。哎呀，这大好的日子，哎，北朔的兄弟们，哎，咱们也喝一个呀！我还带了上好的牛肉，我给你们倒酒啊！你是东鱼人，不去站岗，竟敢跑来喝酒？走，走，走！今天是我们公主的好日子，一起喝呀，兄弟们！我要快点找，一会儿药效就没了。这个北王把和亲书藏哪儿了？
你在找什么？和亲书啊。我可能是走错房间了，打扰了，我找错人了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偷和亲书？什么和亲书？我就是江湖小贼。我看你们是来接亲的，就想偷点嫁妆花花。哎，我说，我知道你是北王，所以我就认为你是最有钱的。我出来偷，当然是要偷最有钱的人了。你说我是北王，那你可偷错了。这不是北王的房间吗？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槟榔匠。怪不得我找不到和亲书，原来王爷不在这屋。槟榔匠兄弟，你看我也没偷什么，要不咱俩商量一下，你就让我走。不走，不走。不够啊，不够我家。还不够。这已经很多了，我攒钱也不容易，我还有一个不懂事的弟弟要养，咱俩就互相理解。我真的就这么多了，大哥。在下身为北王的贴身侍卫，在这里是为了防贼，而不是为了跟贼做交易的，明白？明白。你可真够黑的。和亲书在下楼，没准他会知道。他可不能死。一毙命。怎么又在这儿？又是你！我们刚刚不是被杀了吗？怎么还会在这里啊？难道是我做噩梦了？你的记忆竟跟我相同，难道说，接下来真的会有刺客？刺客？刺杀我们的是什么人啊？为什么要刺杀我们？恐怕不只是我们。东隅，来人！
有刺客，大家做好准备。是。星夜，大姐，我没事。去房间看看和田公主怎么样？哎呀，好疼啊！哎。东玉公主确实不在屋内。你就这么被掳走了，这叫我们如何跟可汗交代啊？公主啊！就是你们北朔人保护不周，才让公主不见了。我可是亲眼看到他们劫走了公主，他们那么狠毒，公主一定命不久矣啊！公主啊，有点意思。我们阿史那州公主死的这般不明不白，你们北王怎么还不出来给我们一个交代？对啊，人呢？我们北王哪里是你们想见便能见到的？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他理应出来给我们一个交代啊！到现在为止，他都没有出现。这北王不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吧？对啊，你们北王呢？你们休得妄言！你这位姑娘到底是何身份？为何上来就一口咬定东隅公主已经亡故啊？总之，我可是亲眼见到她被劫走的啊！现下十有八九已经遇害了，你们北朔人可脱不了干系啊！对，哎啊，你们可脱不了干系。没事吧？下去。是。王爷，和亲聘礼均未丢失，只是没想到柔风门这么快就按捺不住了。东隅使团那边如何了？还是闹腾得紧。北朔使团连死带伤的有数十人，可东隅使团那边的人马折损了近半数。看样子，这事倒不像是东隅和柔风门勾结所为。但长公主丢失，东隅人不着急寻找，反而一口咬定人已经遇害。你不觉得这很反常吗？王爷，您的意思是说，是东隅监守自盗，把那长公主藏匿了？密切关注那两个东隅人，切不可让他们跑了。是。阿姐，我们都逃出来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没到东隅啊？星宇，你再坚持一下，马上就到了。阿姐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回到东隅，去找巫医给你解毒，肯定死不了。你们还要逃到哪里去啊？他中的可是北朔第一杀手组织柔风门的奇毒，这种毒除了柔风门的解药外，天下无人可解。你少吓唬我们。我用得着吓唬你们吗？用不了十几天，这位公子小命就不保了。阿姐，他现在想杀我们，易如反掌，不像是骗我们。可我还这么年轻，不想就这么死了。那你告诉我，柔风门在哪儿？怎么才能拿到解药？
只有你们跟我回北朔，才有机会拿到解药。你们北朔人不守盟约，弄丢了和亲公主，难不成我们要和你去送死啊？你们这对姐弟说来也是奇怪，莫名其妙地出现在和亲队伍当中，还潜入王爷屋内偷和亲书。至于真正的和亲公主去了哪里，你们二位比我更清楚吧？我就是公主身边的小侍女，这是我弟。我们深受着公主的大恩才来送别。什么和亲书，我不知道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是你们不守盟约，看守不力，弄丢了和亲公主，关我们什么事儿？是啊。行，那若是不跟我回北朔，这位公子的小命就不保了。如果跟你回去，你就能救他吗？我替你们找解药，你们帮我瞒住和亲公主失踪一事，这桩交易你们不亏了。和亲公主丢了就是丢了，这怎么瞒得住啊？难道要我们给你来一个大变活人不成啊？也不是不能。你不会是让我来吧？不许你打我阿姐主意！行，要不咱们先答应下来，等拿到解药后找机会再溜。行，到时候咱们一起溜。我们答应你。我们确实死了，但又复生了。难道和方氏所赠的玉佩有关？王爷，你忙活了一天也累了，用些茶点吧。事情查得怎么样了？我盘查了一圈，他们都说这姐弟是从小跟着长公主长大的，说这阿月是长公主的贴身侍女，阿星是贴身侍卫。这样的鬼话你也信？难道不是这样？他们的身份绝不简单，但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确保和亲成功。她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她就是和亲公主。也许这个阿月带来的奇遇是能够确保此行顺利的关键，而我的身份也绝不能让他们知道。怎么样，像和亲公主吗？挺像的。这东西可真拘束。成婚之前就露面，不合规矩吧？什么合不合规矩的？我又不是真和亲公主，哪来那么多规矩？我可以确保东夷使团那边对我的身份守口如瓶，那北朔那边，你可搞得定？此次前来护送的侍卫都是北王府的亲信，我有信心，可以说服北王，让他的士兵对这件事情守口如瓶。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们北王呢？他不应该出来跟我聊聊吗？发生了行刺的事情，北王已经先行离开。啊，可真是废物王爷，出了事情第一个就跑。当着北王人的面说北王废物，不合适吧？你就当我没说。那接下来就按照我们的计划行事。可是说好了，我只是暂时的和亲公主，到了上京城，你必须得给我弟把解药找到。你们把戏演好了，我自然会遵守诺言。你就放心吧。那个，我的银子你也该还我了吧？成了公主的身份，自然也成了公主的嫁妆。你不会还在乎那1800两的银子吧？你怎么还关门了你啊？我就不信你不出来，我就在这等着。还令。
手这么大方呢？怎么都是破铜板啊！星野，你可要和下面的人交代清楚了。北朔人绝对不能知道我们俩的身份。找不到阿姐，我真怕他们拿我顶包。阿姐，你放心吧，下面的人都是我们王田的死士，他们都听我的。以后，你就是侍女阿月，我就是侍卫阿星。公主，请吧。公主能等，但你那受伤的弟弟怕是……昨夜遇刺未果，公主的侍女替公主而死，而阿史那珠公主受上天眷顾，逃过此劫。尔等需更加尽心竭力地保护公主。是。李牧，增加人手，保护阿星。好。打了这么多次交道，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。唤我文宇即可。文宇小将，我看你功夫不错，就留在本公主的马车旁，随侍吧。让你当个假公主还认真了，还没人敢把本王当马前卒使唤。瞪什么瞪？是不是觉得我这个假公主使唤不动你？出发！我们派去驿馆的人无一人生还，核心队伍经济遇上路了。那么这次就让他们有来无回。是。姐，危险！阿星！前方密林有伏击，换道而行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又和我做了同样的梦，所以才知道前方密林有问题。这很有可能不是梦，有可能就是刚刚发生过的事情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刚刚一起死了？也许是死而复生。死而复生？
了。停！开刀！王爷，属下不明白，您是怎么知道2条林中路都有埋伏，坚持要走另一条山路的？此事玄妙，难以解释。玄妙。又来！看来杀手们是把每一条回北朔的路都做了埋伏。既知道就把命留下吧。停！各位壮士，有没有可能不用你们动手，我们自己来就行？比如毒死我们。既然找死，成全你们也不妨。这是毒药七不倒。搞什么名堂？哎，谢谢。反正不是可以再来一次吗？也许就能有对策了。哎，我先开为敬啊！哇，快！哎呀，别墨迹了。走吧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又活回来了。也许靠着玉佩可以数次重生，但若无法突破眼前的困境，恐怕迟早会被困死在这里。可这几条回北朔的路都被杀手守着，要怎么样才能突破重围？声东击西。拦住那辆马车！是。抓紧我，跳！走！跳下去！啊，这也太高了，而且我不太会水。闭气就行。
别吃。哎，你怎么见死不救啊？好像是我把你捞上岸的吧？你应该第一时间给我动气才对。刚才是我以为阿月姑娘神通广大，自有自救之法呢。你去哪儿啊？去觅食。你等等我。没想到你这么会捕鱼，还烤得这么香。这么看来，好像和你一起掉进水里也没那么糟。还有烤鱼吃。你的意思是跟我一起掉进水里很糟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那是什么意思？不重要。你说我俩这也算是过命的交情了，那你这个烤鱼是不是也该有我的一份啊？啊？自己拿吧，难道还要我喂你啊？哎，我能看看你的玉吗？你的那块玉佩和我的好像啊。果然，这才是完整的一块玉。竟然是一块玉佩，你是怎么得到这块玉的？我阿娘给我的。那你阿娘有跟你说过什么吗？那你的呢？我的玉佩是云游方士所造，方士曾说，这块玉佩会给我带来奇遇。奇遇？那我们之前一次次的能躲过追杀，都是因为这块玉。可能是。两块玉佩合到一起，就会有奇遇。那岂不是只要我们俩不分开，就不会死啦？现在不会，不代表以后不会。方士还说，玉佩合，则天下合。门主，东隅的公主已经逃走，我们还在分头搜寻。东隅的送亲使团已经死伤殆尽，还有一些残兵逃走了。限一日，务必找到东隅公主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办不到，就不用再来见我了。是。我和文宇倒是有玉佩傍身了，也不知道星逸现在怎么样了。他身上的伤，不会又严重了吧？还没玩完吗？文宇，你也渴了吧？来，你喝点水吧。
这湖里的水啊，可甘甜了。确实甘甜。那你就多喝点吧，喝完好赶路。你怎么把我叶子给扔了？就喝一口啊！这水不喝也罢。这水有什么不好的呀？你刚还说这水甘甜呢。啊！你等等我。你们东域人不都身强体壮吗？怎么你走路速度还没有我们府中的宠物走得快啊？文宇大哥，我真的很努力的在走了。照你这样的速度，我们不可能在约定的时间抵达上京城的。可是我真的走不动了，我擅长骑马，我又不擅长走路。要不你背我吧。我此生从未背过他人，更何况男女授受不亲。女人其实还挺好的，你这个朋友本公主认下，到了北朔绝对不会亏待你的。你适应的倒是挺快啊，东夷长公主。啊，是有点快了。到了北朔，若还没找到丢失的东夷公主，你可真的就要顶上了。到了那时，你就是真正的东夷长公主了。问，睡着了吗？门主，整个树林都翻遍了，还是没有和亲公主的下落，兴许是从别的路上逃走了。这次我们布下了天罗地网，竟还让他们逃走了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都是属下办事不力，还请门主责罚。什么人？大侠饶命！大侠饶命！我就是个路过的。你们的公主现在在哪儿？什么公主？我说，快说，长公主在哪？我可以带你们去找她，只不过我现在身中剧毒，恐怕是命不久矣，惧怕到时候我就没了。要不，快说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要不你们帮我把毒先解了。你看我现在身体这么虚弱，不能让你们抬着我走啊，对吧？抬着我其实也可以，但是我怕耽误你们进度。废话真多，给他解药。门主，这恐怕不合适。你来当门主？不敢。压着他，让他带我们走。你要是敢耍我，我让你生不如死。你们要骑马，让我在后面跑啊？不。啊，看来你们也没有那么残忍嘛。我感觉身体好虚弱，我的毒好像还没解清。手往哪走？再耍花招，我给你扔下去！你个恶毒的女杀手！慢点！女侠饶命！女侠饶命！往哪儿走？往北，往南，往北。到底往哪？北。
大叔啊，谢谢您啊！要不是您，我们还真是不知道怎么去上京城呢。嗨，咱都是东隅人，帮忙那不是应该的。哎，大叔啊，我看您一路上都很开心，是有什么好事吗？我去上京城接我女儿回东隅，能不高兴吗？真好，确实值得高兴。回家真好啊！这上京城哪有我们东隅好啊？是啊，当然咱们东隅好啊！这马上就不打仗了嘛，我儿子在前线当兵，线下也被放回了。我们呢，再置办些牛羊，这日子会越过越好。如果我不假扮这个长公主，会发生什么？轻则两国断交，重则两国开战。这么严重啊？东隅长公主的和亲，代表了两国交合的诚意。这事关两国盟约，一旦撕毁，战事也会再起。到时百姓必定无法安家，天下也会再掀战乱。让我再想想，现在我弟也不知道在哪儿，我实在不知道如何决定。王爷的人定会护送阿星到上京城，我也会帮你找到解药。你确定？嗯。那条件是什么？只需要你办好东隅长公主。你在想什么呢？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。我看你也不像是知道的样子。轻点儿啊！你小子敢玩我们？看我不杀了你！哎，大哥，我不要恋战，快走，走。我们到了。哎，那人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啊？是王爷派来接我们的。这王爷不错啊。北王一向如此。恭喜公主！阿星，阿星，王爷，阿星公子和我们走散了，我们的人还在寻找。阿星，我弟呢？公主放心，阿星公子还在路上，会有人送他回京的。他那么虚弱，你怎么能丢下他自己回来啊？公主，这说来话长，改日我再登门请罪。你们这一路也辛苦了，不如先回去梳洗装扮一番吧。公主，城门马上就要关了，尽快上车吧。请。这上京城可真够漂亮的。北朔比东隅繁华吧？当然没有我们东隅好了。撤！真够气派的啊！大户人家，门主，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。回吧，任务已经失败了。门主，得罪了，我只是奉命行事。
开始吧。公主驾到！恭迎公主。你现在是端庄温婉的东隅长公主，记住你的身份。你不和我一起进去吗？我要先回去复命，一会儿就有人出来迎你了。要端庄，要温婉。我现在是东隅长公主了。咱家李公公见过长公主殿下。今日长公主殿下到达上京城，备受皇上挂念，但碍于联姻的规矩，婚前不能见面，所以特别赐宴，以表北朔对东隅的友好，对长公主的关怀。谢皇上，有劳李公公了。哎呦，长公主真是折煞奴才。老太妃南王北王亦让人送来了御菜，那咱家就不妨碍了，先行告退。啊，管家送送李公公。是。请。秋菊参见长公主，奉老太妃之命，特赐凤尾鱼翅、佛手金卷和藕3道御菜，贺迎长公主入京。如宾见过长公主，奉北王之命，特赐金丝苏雀、绣球前被、信阳毛尖，以迎长公主，贺长公主在北朔如意喜乐。栗子拜见长公主殿下。我们南王得知您今日入京，特备下了最珍贵的菜品送来，玉掌献寿、手无鸡丁、百花鸭舌，贺您福寿安康。参见皇兄。三弟请起。三弟，听闻你这次遭遇了无数凶险，身为兄长，本来应该为你遮风挡雨，可如今却不得不让你冒险去东隅促成议和，这实在是不忍啊。只可惜臣弟一时疏忽，弄丢了真正的和亲公主，实在有愧于皇兄。无妨，只要这个人能帮我们带来东隅的势力，摆脱皇叔掣肘，至于她是公主还是侍女，并不重要。你需多加些人手，保护好公主府，防止封妃之前诸事有变。是。此番和亲可令北朔、东隅两国平息战乱，稳定朝局，保边境数年无忧。臣弟定会护好和亲公主。只是皇兄，需在皇叔平乱归来前，尽快颁布册封诏书。明日早朝，朕便打算宣布封妃一事。但愿和亲之后，我朝和东隅可永享太平。这亦是臣弟之所愿。哎，这个恶毒女杀手，啊，长那么漂亮有什么用啊？还不是朵食人花。这个可以用一下。狠心把我扔下，太险恶了。等我伤好了，
等我伤好了，等我伤好了，我一定让他知道我的厉害。你给我等着，恶毒的女杀手！敢问东隅长公主，都是这么吃饭的？我是雨，你回来了。哎，你们这北朔的美食还真挺好吃的。有那么好吃吗？当然了，这些可是一堆人送进来的，一道比一道精致，还说这是什么粤菜，你肯定没吃过吧？啊，来，一起吃，你别客气。多谢。真不错。我怎么感觉我有点困了？你先自己吃，我去睡一会儿。糕点里有毒。大人，你醒醒！大人，公主，你醒醒！公主，你怎么了？公主，走水了！来人呐，走水了！别动！你们干嘛抓我呀？公主，你们看到我没有被毒死，很失望吧？我们这是又复生了？难道是糕点里有毒？不言而喻。他们不是说是向东隅公主示好的吗？为什么要杀我？不过是些场面话罢了。可是他们满脸真诚。到底是谁给我们下的毒？皇上、太妃、南王、北王，侍从、厨房、公公，都有可能。你们北朔人可真是恶毒！要是我们长公主来到了这里，都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啊！不对，是根本就到不了这个上京城。慎言。哼，还不让说了？我能不能不当这个长公主了？不可以。现在不是退缩的时候，而且你就不想知道是谁下的毒吗？对，一定得抓住这个坏人。下毒之人和在路上刺杀我们的人应该是一伙儿的。我猜今天晚上一定还会有伏击。竟然都追到了上京城，可见这人势力绝非一般呢。用糕点下毒的手段来杀人，还在公主到府后的第一天就动手，想必幕后主使也绝非什么机敏聪慧之人。确实不走心，竟然在糕点上下毒。
那这个人一定还在府上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就引蛇出洞。说，是谁派你来杀我的？奴婢不知，奴婢也不知道这饭菜里怎么会有毒。是吗？公主和大人，为何污蔑这毒就是奴婢所下？这么说，是我和长公主弄错了下毒对象，冤枉了姑娘。奴婢对这下毒一事并不知晓。把它交给我吧。我可在墨水里放了能让你皮肤腐烂的毒药，到时候呀，你的这张脸就别要了。奴婢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奴婢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完了，你的脸毁了。你们杀了我吧，我死都不会说了。连毁容都不怕，那就用第二招。不行，这个不行，我说。背后主谋是谁？是北王。北王？回禀公主，指使我的人正是北王。你怕不是南北不分吧？你是南王的人，南王绝对没有指使我。长公主饶命！饶命！长公主饶命！且慢，公主手下留情。南王的人面子还是要留的，我派人将他遣送回去就行。我不是南王的人。也好，折腾了一天，我也累了。你们南王真的如同传言一般是个草包吗？休得侮辱我们王爷！我们王爷是天下最机敏聪慧之人，还挺忠心。送回去吧。让你去伺候公主，你怎么搞成这副模样，还被遣送回来？你这不是妥妥打了我们南……不是，你没看小香在睡觉，你小心我家法伺候你。你这不是妥妥打了我们南王的脸？杨管家，我都是按照王爷的吩咐办的，可是他们好像事先就有防备，我差点就毒死了东玉公主。你呀，毒死？你要毒死谁啊？就那个和亲公主。你疯了？你想害死我呀？哎，你是觉得本王这南王当的太轻松了是吗？可是这是您吩咐的。我吩咐的？为什么是吩咐的？杨旭，啊，王爷，我吩咐了吗？您确实吩咐了呀，是吧？吩咐了吗？哎，对，是吧？是啊，吩咐了。是啊，吩咐了。我吩咐了吗？过来，来，这王爷，好可爱啊！哎，小香别跑。这是要被送到公主府的侍女桃子，她弟弟得了重病，是得了王爷的赏银才得以医治，所以她发誓要为您做牛做马。哎，做牛做马就不必了，本王心善，见不得这些。桃子是吧？哎，你这名字谁给你起的呀？真够俗的。你看看他们，春花、秋月、夏蝉、冬雪、小香香，多么诗情画意呀！妙！王爷您忘了，桃子的名字也是您起的。您当时喜欢水果，所以那一季的侍女赐名桃子、李子、梨子、栗子。去！什么桃子、栗子、栗子？我看都是你起的，粗俗。小人起的，小人起的。王爷英明神武，
知道派你去公主府做什么吗？杨管家都吩咐了，自然是伺候和亲公主。另外，为您打探消息。这都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他是北王接回来的人，那他跟北王是不是一伙的？那他是不是就跟我南王势不两立？所以就必须不能让他好过。是。该死的北王，功劳当然他抢了，这本来应该是本王去才对。王爷，听说那北王在和亲的路上差点没回来，东夷公主也差点死了。别跑！死了啊？死了好呀！啊，死了他周时雨就不敢跟我作对了。可惜他福大命大，眼看着就要进城了。太快了，去哪儿啊？该死！该死的东夷公主，这俩人死了才好。桃子明白，定不会辜负王爷。笨蛋，你气死我得了你！都是奴婢的错，奴婢只是想为您分忧。你为我分忧？你为我分忧，你怎么没毒死他呀？奴婢差点，就差一点点。你说这一点点就……哎，不对不对，你要是毒死他，那本王也完了。你说你，气死我得了！下去吧，别在这儿演了。啊，奴婢告退。王爷，刚才送桃子回来的是北王的人，北王还留下了一封书信。放你一马，好自为之。周时雨，王爷，王爷别气了。我骑马比你骑得快，你追得上我吗？哎，王爷我。本以为逃过了杀手，进了北朔境内就可以松一口气了，今天差点又被毒死。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们北朔人就这么想让我们长公主死吗？长公主身居高位，此次和亲又意味着天下大和，盼着安定的人自然和乐，可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也不在少数。这刺杀的背后之人还不知道呢，现在又来了一个南王，真的是让人头疼。南王你不必费心，他没那个脑子。哎，果然，如同传言那般，你们北朔真的是人才辈出啊！一个废物北王，一个草包南王，真的是厉害厉害。长公主谬赞了。哎，我可不是那意思。现在我们俩可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，你又是北朔人，以后免不了多照顾照顾我呢。而且我们俩都有这个玉佩，肯定也免不了同生共死。再说了，我早就把你当自己人了。你这个人又那么的仗义、善良、勇敢。直说吧，何事所求啊？文宇，真不是我害怕，是我现在还得假扮长公主，我还不能有事，所以你就勉为其难，在房间里保护我吧，这样对你我都好。这怎么睡？我把它解得松点，这样你就可以在地上睡了。地上？